我有时候感觉巴特真的把自己当人了，他老想吃人吃的东西，就连我们包包子用的那个面粉，他都要尝尝。其实啊，能看出来他根本不爱吃，但是因为这个是人吃的东西，所以他就还是要尝一下。平时我把它放到猫屋里面，他从来不跟其他猫玩，因为他看不上别的猫。一进去他就催我给他开门，让他出来。前天挪威亚克的总裁麦特斯来咱们小院做客，我们专门给他准备了中国的特色辣条，然后就被八条看见了，让我也尝尝。毕竟辣条是辣的呀，他可吃不了，所以麦特斯就给他喂了根猫条。看着你说话啊，八条。八条说我也听不懂英语啊。八条真的就跟个小孩一样，他就爱跟人互动。麦特斯给他喂的这个是 WeCare 的功能肉条，这个肉条里面的南极磷虾油就是他们挪威亚克提供的。咱们小院的猫咪狗狗呢是每天都在吃，所以它们的毛发都特别顺特别亮，掉毛量也很少。你为啥不跟其他猫玩啊？八条。出去玩。反正是跟其他猫玩还不如出去玩。然后他出去玩的时候呢，戏也是特别多。他每次都是假装在那边闻闻草，然后左看看右看看，然后一趁我们不注意，他就想从院墙旁边那缝隙溜出去。又开始了。八条，我看见了，你戏咋这么多呢你啊？带八条去挪威的这一路，我们都在追着太阳飞。出发的时候是白天，坐了13个小时的飞机了。等我们到法国巴黎的时候还是白天，短暂休息了一下，然后又转机3个小时，我们是终于到了挪威奥斯陆。因为行李比较多嘛，都托运了。下飞机的时候呢，八条就跟着在旁边等行李。我感觉他好像会算数似的，搬行李的时候呢，他一直坐在旁边等，等都搬完了，他也就起身了。上吧。臭八条是真的很精，我跟他说上来，他就知道，可以不用走路了，就站在行李箱上让我推着他。可能是出来玩太开心了，上车去酒店的路上，八条还开始踩奶了。这15斤的肌肉猫踩在身上，那感觉真的跟按摩没两样。到了，下车。刚下车，八条就被挪威的电车给吸引了。这车都开走了，他还在那盯着看。别看了，八条，明天带你坐电车去，走。到房间休息一下，明天带八条坐电车去奥斯陆很有名的雕像公园看看去。带八条到巴黎看埃菲尔铁塔。挪威的行程结束以后，我们打算从贝尔根坐飞机到法国巴黎。这个臭八条心是真的很大，都准备登机了，那么多人在排队，他还在旁边悠哉悠哉的采奶。我们一共飞了3个小时，到巴黎的第一站就是埃菲尔铁塔。拍照了，八条，看我。刚拍完照，八条就在铁塔下面开始啃草了。出国这一趟，他算是把每个地儿的草都尝了一遍了。看完埃菲尔铁塔，我们又带八条去了卢浮宫。正往杜乐丽花园走呢，八条突然就被乌鸦给包围了。在他们的召唤下，这所有的乌鸦全都跑过来看八条来了。都来了，全来了。不仅是乌鸦，我刚带八条到水池边，那些鸭子也成群结队的跑过来了。可能他们都是第一次见外国猫，所以比较好奇吧。但是等八条从车上下来以后，这群鸭子又都游走了。欲擒故纵这一套可算让他们给玩明白了。不知道八条身上是有什么特殊魔力。我们在路边吃饭的时候，那些鸽子也被他吸引过来了。当时我们正在吃薯条呢，然后小智干脆就开启了喂鸡模式。结果一直追着八条那几只乌鸦不乐意了。闭嘴！我嫌乌鸦吵，就丢了根薯条给他，结果他居然嫌我的薯条太硬，还放到水里泡软了再吃。原本还以为是巧合，结果另一只也跟着过来泡水吃。这不得不承认，乌鸦实在是太聪明了。后面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这些小家伙跟人类相处的都非常和谐，没有人会去伤害他们，所以他们也都特别的放松。或许在他们眼里，人类就是会给他们薯条吃的大朋友吧。到挪威的第3天，我们带八条去看了海和雪山。车刚开到海边，八条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站起来了。有时候真的感觉他的动作和表情都像个小孩。因为害怕他冷嘛，我们就在挪威当地给他买了件防风衣。谁能想到，就这块布居然价值800人民币。哦，
好漂亮啊！这是八条喵生当中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，结果八条走到海边的第一件事居然是开始啃草。海边的草不咸吗？八条，他就跟个好奇宝宝似的，一看到什么他都得凑过去瞅瞅。挪威这边的自然风景是真的很美，感觉随便截个图都能当封面。在海边待了一会儿，我们就开着车继续往山上走。随着海拔越来越高，周围的景色也都变了。我们挑了一个合适的位置，想让八条下来看看雪山，结果他又顾着啃草。不过很明显，这边的草不好吃。八条，快看外面！看完雪山，还要带八条去坐轮船。这一路他都趴在我老妈的胳膊上看风景。等到轮船靠岸，我们就可以把车开上去了。刚从车上下来，八条就拽着我是一路往甲板上冲。明明他也是第一次坐船嘛，但就感觉他好像对路线特别熟似的。有时候我是真的感觉八条的胆子大的有点太过分了。这轮船的边我都不敢离得太近，但是他呢，就悠哉悠哉的走过去，还能把脑袋伸出去到处看。下船以后，我们又带着八条去体验登山电车。在这里有很多狗狗在陪主人一起排队，这边对宠物是真的非常友好，各种公共场所、交通工具，宠物都是可以上去的。我也是第一次坐这样的登山电车，一堆人和猫咪狗狗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这种感觉真的很奇妙，就是特别和谐美好。登上山顶能看到好多好多大狗狗，每一个主人都认真负责地牵好了绳子，遵守规矩，不给别人带来麻烦。每一个路人也都习以为常，这些狗狗就是人类世界里的一员，没有一个人会向狗狗和主人投去异样的眼光。然后这个臭八条在他们当中挑了个儿最小的一个交朋友，看把人家吓的。从山上下来，我们到了挪威贝尔根的一个小广场，这里的建筑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。这个真的路头吧？对，是的，他们这儿肯定是真的。我们带八条在这里逛了很多很有特色的小店，每家店对宠物都很友好。我们也在这里见到了整个旅途除了八条以外的第一只猫。Just like the other people are in her store. Oh, yeah. 从小店出来，我们看到了一个街边艺人在作画，感觉这会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礼物，所以我们挑了几张。哪张？这个吗？那张，对，这个。回头直播的时候把它放到福袋里。接下来要带八条去法国巴黎了，期待一下八条在巴黎能不能交到新的朋友。挪威的乌鸦居然想吃八条。昨天刚到挪威，八条就被电车给吸引了，所以一大早我就带它来坐电车了。这边对宠物真的很友好，公共交通宠物也都是可以上去的。因为人口比较少嘛，哪怕在市中心也没有看到很高的楼，整个街道呢感觉都非常的空旷。大概是坐了20分钟的电车，我们就来到了奥斯陆很有名的雕塑公园。这里的雕塑是展示了人从出生到死亡的过程。因为担心咱们有些家长认为裸露的艺术会荼毒自己孩子的眼睛，所以请原谅我就不能给大家展示太多雕塑的画面了。在这里，八条还交到了外国朋友。很明显，这位外国友狗有点害怕八条。之前不是一直跟大家说八条15斤，你们都不信吗？这回对比一下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了吧？八条的体型可是比一般狗都大了。然后我们在这里还遇到一个奇怪的家伙。我带着八条找了一处很美的风景，想拍点视频，没想到就被这小家伙给盯上了。本来呢，我跟八条是很开心的在草地上跑的，结果这小家伙就突然跟过来了。而且我们就算换了地方，他还是在后面跟着。他就是故意过来的。他就是故意的。接下来整个公园的行程里，他都一直是跟在旁边，而且还叫来了很多他的小伙伴一起冲着八条叫。乌鸦很聪明，他们之间也是有交流的，而且乌鸦还很欠。之前我就看视频，乌鸦特别喜欢咬别的小动物的屁股。这乌鸦越来越多了。八条，你快点跑，他们要咬你屁股，快走！八条也怕被咬屁股。不过我仔细观察了一下，他们应该是没有恶意的，一直都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当然啊，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旁边，所以他们才不敢来招惹八条吧。时间长了，八条看他们就只会叫，就也不把他们当回事了，自己就该干嘛干嘛。
出来的这一趟，明显能感觉到八条特别开心，在地上都开始打滚了。难得看到这么大的草地，八条就激动地带着我一路狂奔。明天打算再带他去雪山附近看一看。